一只莫名的小怪物正吊在皮鞋上，拼命的撕咬。男孩见状赶紧跑过去，想要将它拽下来，谁知小怪死咬不放，掉下一块皮鞋头就要往肚子里咽。实在太难吃了，看来他这是饿了。可男孩还没有搞懂这什么生物。就在昨天，他在湖边捡到一颗奇怪的石头，敲开以后竟然露出蓝色的粘液，散发着镭射的光芒。到了晚上，蛋壳自己掉在地上，男孩顺着发光的粘液找过去，就看见这只小怪躲在草丛里，朝他嘎巴着小嘴。男孩切了一片土豆喂给他，还帮他把划出的伤口处理好，藏在了小仓库里。可第二天，男孩一进仓库就发现小怪饿得正在撕咬皮鞋，他赶紧找到厨房给小怪找食物。他家正巧被军队临时征用，食物都不让随便拿，男孩只好拖着垃圾桶回到仓库里。好在小怪不挑食，垃圾也吃得津津有味。男孩翻着书籍寻找小怪的品种，可再一抬头，他就惊讶地发现，这么小小的一只，竟然把垃圾桶的食物吃了精光，这胃口也太大了吧！男孩摸摸他的身上，好像变得干巴巴，他赶紧在桶里倒满水。小怪遇到水，瞬间就精神了起来，在桶里不断撒欢。之后的几天，小怪简直是鱼得水，他甚至学会了旋转、跳跃，毫不停歇，在水里玩得不亦乐乎。为了不被妈妈发现，男孩只能小心隐瞒小怪的存在。可等他再来看小怪，发现新来的园丁正在倾倒水桶，他赶紧冲上去阻止，却发现小怪根本不在这里，他不见了。男孩拿着手电筒四处寻找，他还不知道小怪已经跑到了他家里面，在大厅的走廊里四处逛荡，却被厨子的狗发现踪迹。他二话不说就去追小怪，小怪慌不择路，四下奔逃，可笨笨磕磕的还是跑不过狗子。就在狗子要咬上他的一瞬间，狗绳终于到达了极限，将狗子拖住，小怪这才惊险逃过了一劫。可没多久，男孩的姐姐就发出了一声尖叫，他跑过去一看，果然小怪竟躲进了人家的浴缸里。男孩赶紧跟吓坏的姐姐解释，希望她不要告诉妈妈。小怪也在一旁添油加醋的帮忙，女孩这才冷静下来。不光如此，男孩惊讶地发现小怪一夜之间体型竟长大了好几倍，皮肤也变得乌黑锃亮。这样下去，小怪的存在早晚会被发现。可话音刚落，园丁就突然闯进了浴室。这个小男孩偷偷养了一只怪物，他头顶长着尖角，在水里不停地扑腾。偏偏这时园丁敲门要进来修水管，他们只好将怪物挡住，在身后抓住怪物的嘴巴子，试图蒙混过关。谁知小怪调皮至极，竟然探出了脑袋，园丁吓得直接跳了起来。男孩只能再次解释，他很乖不伤人。缓过神的园丁就想伸手摸摸，谁知小怪差点扯掉园丁的胳膊，看来他可不是温和的生物，只是对男孩亲昵而已。园丁仔细看着小怪的特征，发现它跟传说中的尼斯湖水怪很像，可是没人真正见过这种生物，只是个古老的神话。他劝说男孩将水怪放生，可男孩很不舍，迟迟不肯下决定。正巧这天驻扎的部队举办宴会，男孩着急去看热闹，却没关好门。小怪再次从浴缸爬了出来，食物的香味让他双眼一亮。可是敏感的狗子也瞬间就察觉到异样，他快速爬到楼上，正好对上赶路的小怪。小怪看狗子对自己直流口水，吓得打着出溜滑就开始狂奔。他们一路追击，打碎了花瓶。男孩和园丁听到声音，全都赶过去，可还是晚了一步。小怪冲进宴会大厅，在桌子底下悄悄划过，狗子就有点傻了，直接窜上了桌子，继续追击，瞬间把宴会搞得一团糟。还好没人看见小怪，只以为是狗子捣乱。小怪趁乱叼了一只鸡，跑进院子。假装成喷水的石像，小怪再次逃过狗子的夺命追杀。刚松了口气，他突然闻到一种气味，回身一看，池塘里密密麻麻都是小金鱼。小怪高兴的手足无措，一个猛子就朝池塘扑了进去。园丁让男孩先回家，他在外面找了整整一夜，直到早上，他看到池塘的一幕，瞬间呆住了。一夜之间，小怪吃掉了所有金鱼，体型再次猛长到小牛大小，手里的麻袋根本就装不下。他赶紧去叫醒男孩，不由分说就拉着小怪朝尼斯湖开去。园丁将小怪拉到了湖里，他不舍得回头看着男孩，园丁只好拿出一只土豆扔到了远处。小怪见状，在湖里几下就游了很远，去追赶土豆。男孩见到这一幕，他心里知道这才是属于他的家园，只有在湖里他才不会被束缚，自由自在。他哭着跑回车里，不忍心回头去看他。过了几天，男孩偷偷跑到湖边，大声呼喊着小怪，可是却没有回应。他只好划着小船独自去寻找。就在他失望的要放弃时，身后突然钻出一个巨大的身影。男孩惊呆了，小怪已经长成了庞然大物，但是对男孩还是非常亲昵。
努力弯下脖子跟他贴着脸。突然，小怪兴奋起来，他示意男孩爬到他的身上，然后一甩脖子就将他扔在后背上。紧接着，他开始发力前进，看样子是要给男孩介绍一下自己的新家。一只巨大的水怪出现在尼斯湖，他的背上竟然驮了一个男孩。他们进入几十米深的湖底，在水草中快速穿梭。男孩喘不过气，赶紧用拳头砸着水怪的脖子，水怪立刻舒展身体跃出湖面，让男孩换一口气后再次下潜，强有力的身躯载着男孩在湖底飞驰前进。很快，男孩也不再害怕，他抱着水怪一起在湖底探险。水下神秘的风光可不是所有人都能有幸看到，这才是水怪的家园。自然堆叠的奇怪巨石，身长达到几十米的巨大水蛭，甚至还有沉没不知多久的巨大商船。两人游出好远的距离，突然水中出现一张巨大的网，眼看速度极快，他们即将撞上去。好在水怪在湖里行动简直是王道，他们这才顺利回到湖面。男孩看到远处的小岛，原来这里是通往海湾的入口，如今正值战乱，还是赶快远离比较好。可是水怪刚将男孩送到岸边，碰巧又遇到那只恶霸犬，狗子老远就闻到了水怪的气息，叫嚣着朝他跑过去。男孩赶紧让水怪沉到湖底，可是这一幕还是被赶到的军队厨子看见了。第二天，长官就带着部队来到湖边，以演习的名义不断朝湖里狂轰滥炸。男孩听到这个命令，马上知道大事不好，他拼命地朝湖里大喊，让水怪赶紧逃跑。可是已经晚了，小怪在水底不断被鱼流轰击，吓得四处逃跑。直到晚上，男孩才从家里逃出来，跑到湖边查看小怪的情况。可是小怪似乎受到极度的惊吓，张嘴就要朝男孩咬过去。还好园丁及时发现，将男孩救下来。就在这时，军队的厨子不甘心，独自带人开船出来搜寻水怪。他的恶霸犬很快找到水怪的气息，朝着他们的方位开过来。这一次，小怪可没再躲避，他朝狗子伸出了巨大的头颅。紧接着，小怪出现在渔船侧方，士兵赶紧用机关枪反击。这个举动更加激怒小怪，他翻转着身体沉入水底，接着就朝头顶的渔船猛冲。渔船被瞬间掀翻，小怪紧追不放，叼起那个攻击他的厨子，在空中一顿乱抡。男孩赶过来，呼喊小怪停下来，可他一不小心脚下踩空，竟直接掉进了湖里。直到这时，小怪终于被唤回了理智，他将厨子扔到岸上，潜入到湖底，将男孩捞了出来。他触碰着男孩的手指，想要他赶紧醒来。奇迹就在这时出现，男孩真的醒了，他摸着水怪的鼻子，还好他没有受伤。妈妈和军官也赶到这里，男孩赶紧解释，水怪根本就不想伤人，只想过自己的安静生活。为了表示诚意，水怪也没再逃避，他温和地看着他们。可是军方的炮弹已经轰击过来，军官人在这里，却没办法联络总部。水怪再次陷入不安，男孩拼命呼喊让他跑掉，但是小怪依旧不愿意离开他，他只好骑上水怪，带着他一起逃离。士兵依然不断在轰击湖面，男孩突然想到那张通往海湾的巨网，他们在炮弹中间穿行，朝着巨网赶过去。此时轰击变得更加猛烈，巨网也在这时不断升出湖面，阻止水怪逃入大海。背上带着男孩，水怪不可能有太大的动作。男孩心里清楚，看着关心他的人们也不顾危险，朝着他们跟了过来。男孩抱紧水怪，跟他道别。他爬下了小怪的身上，然后鼓励小怪大胆地越过铁网，逃离这里。看到男孩被园丁安全救上了船，小怪这才在湖中开始冲刺。他挥舞着巨大的身躯跃出水面，巨大的力量将铁网的柱子刮倒，士兵忙着躲避，根本无法攻击。小怪就这样顺利逃出了海湾，人们全都在这时替他欢呼了起来。广阔的海洋和湖泊才是他的归宿，不管水怪还是我们，在这无边的大自然中，都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安身之处。自己快乐的同时，也尽量别去毁了别人的幸福。